川普还没下狠手，中国自己先把自己玩崩了。青年失业率这颗定时炸弹终于炸响，连官方使出浑身解数改数据都压不住火。2023年6月，16到24岁青年失业率飙到 21.3%， 创下历史新高。结果呢？国家统计局干脆停掉了数据发布，憋了半年多化妆打扮。2024年1月，硬着头皮抛出个 14.9%， 可这数字刚出来没多久，到了8月又蹦到 18.8%， 12月好不容易降到 15.7%， 但谁信啊？这压根儿就是皇帝的新衣，连路边大爷都知道，中国年轻人找工作比登天还难。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前几天还在两会上信誓旦旦，说要推100万就业见习计划求职训练营，还打包票要稳住招聘规模。听着挺美，可现实呢？根据中国社科院的最新报告，2024年中国高校毕业生预计突破1200万，比去年多了整整50万。可与此同时，国家统计局自己公布的城镇新增就业岗位却只有1100万，连毕业生都塞不满，更别提还有几千万待业的老青年。这账怎么算都不对吧？更吓人的是，北京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张丹丹直接甩出一篇可能被低估的青年失业率，算出来2023年3月中国青年失业率最高可能达到 46.5%。这可不是随便瞎猜，他是用真实数据推出来的，比官方那 19.7% 高出1倍多。这还不算完，一位曾在国内最大财经传媒集团干了20多年的资深媒体人更狠，直接放话 46.5% 都算客气了，真实数字怕是直奔 50%。他爆料，很多大学为了面子，逼毕业生签假就业协议，不签不发毕业证。这帮年轻人只能硬着头皮造假，数据能好看才怪。咱们来算算这失业潮有多恐怖。根据教育部数据，2023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是1158万，如果按张丹丹估算的 46.5% 失业率，那就是至少538万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这还没算上那些25到34岁的老青年，他们中不少人疫情后就没缓过来。根据智联招聘的统计，2024年第3季度，全国招聘需求同比下降了 12.5%， 而求职人数却激增了 18%。岗位少了，人多了，这不就是僧多粥少的活生生写照吗？再看看官方数据有多离谱。2023年6月，青年失业率 21.3% 的时候，国家统计局一看苗头不对，立马宣布暂停发布，说是统计口径要调整。结果半年后抛出个 14.9%， 解释是剔除了在校学生。可根据中国教育部的统计，16到24岁人群中，在校学生占比也就 40% 左右，就算全剔除，失业率也不可能从 21.3% 直接掉到 14.9%。这摆明了是数据美颜，连遮羞布都懒得封严实。更可笑的是，2022年疫情封城那会儿，全国300多个大中城市停摆4个多月，按理说 GDP 得狂跌 25% 吧。可国家统计局硬是报了个 3% 的增长。资深媒体人直接开炮，这要是真的，我把键盘吃了。真实情况起码负 20%， 官方就是拿假数据哄老百姓开心。他还说，这种造假是家常便饭，连华尔街高盛、大摩都跟着中招，照着假数据推了个 2.8% 的增长，然后国内媒体再拿这些国际背书吹上天，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荒唐戏码。这位干了20多年的财经老手，把数据造假总结成4大套路，条条戳心。第一招，为了保增长，压低去年的基数，今年数据不就涨了吗？第二招，挑好看的说，同比不行就报环比，总有数字能糊弄人。第三招，统计规则随便改，想报多少报多少。
第4招，干脆不报了，停掉数据，让大家猜去吧。青年失业率就是这4大套路的活教材。2023年3月报 19.7%，6月飙到 21.3%， 眼看兜不住了，官方直接停发数据，憋到2024年1月再抛个 14.9%。这中间改来改去，愣是把失业率修低了6个百分点。可老百姓不是傻子，街头巷尾的闲散年轻人越来越多，谁还信你这官方滤镜？更惨的是，这还不只是数字游戏，是真金白银的饭碗没了。根据中国青年报的调查，2024年全国有超过 60% 的毕业生表示半年内没找到稳定工作，其中 20% 的人干脆放弃求职，直接躺平回家啃老。智联招聘的数据还显示，2024年应届生平均起薪比2022年低了 15%， 从4500元掉到3800元，连个房租都快盖不住。这失业潮可不是光年轻人遭殃，整个社会都得跟着抖3抖。根据国家统计局自己的数据，2023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只有 4.1%， 远低于 GDP 增速。这说明啥？经济蛋糕没怎么变大，老百姓兜里的钱却更少了。而年轻人失业一多，消费直接崩盘。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的报告显示，2024年上半年，全国餐饮和零售消费额同比下滑了 8.7%， 其中18到30岁人群的消费贡献率暴跌了 13%。这帮年轻人没钱花，商家赚不到钱，经济还能好？更别提房地产这根顶梁柱了。年轻人没工作，哪来的钱买房？根据易居研究院的数据，2024年全国1、2线城市新房成交量同比腰斩了 45%， 3、4线城市更惨，直接跌了 60%。开发商卖不出去房，银行收不回贷款，整个产业链都得跟着遭殃。中国银保监会的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全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升到 2.1%， 比去年高了 0.4个百分点。这还不算那些藏在表外的隐形炸弹。再往大了说，这失业潮还可能把社会稳定炸个窟窿。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调查显示，2024年全国有 35% 的受访者认为就业难是头号民生问题，高于房价和医疗。年轻人没工作，怨气冲天，网上润学、躺平学火得一塌糊涂。微博上有个热帖叫90后找不到工作，活着还有啥意思？点赞量破了10万。这要是再闹出点群体事件，官方靠改数据可压不住。王小平那套100万见习计划听着挺唬人，可真管用吗？根据人社部去年的数据，2023年全国就业见习岗位也就50万个，连毕业生零头都不够。今年号称扩到100万，可智联招聘的统计显示，这些岗位大多是低薪临时工，月薪普遍在2000到3000元，连个温饱都勉强。更别提那什么求职训练营，教你写简历、练面试，能把岗位变出来不成？有些专家还建议鼓励创业就事，可这不更是扯淡吗？根据工商联的统计，2024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企业倒闭率高达 65%， 年轻人拿命创业，最后还不是血本无归。更惨的是，疫情后小微企业贷款违约率飙到 12%， 银行都不敢放贷了，这帮年轻人哪来的本钱？还有人说发展新产业，可新产业哪是喊喊口号就能起来的？以人工智能为例，中国 AI 市场2023年规模8000亿，听着挺唬人，可核心技术全靠美国 OpenAI 撑腰。结果人家一封杀 API， 中国 AI 公司直接傻眼。根据清华大学的数据，国产大模型成本比美国高 40%， 效果还差一截，这还怎么玩？说白了，中国青年失业率这颗雷，早不是数据能掩盖的了。官方改来改去，
无非是给自己脸上贴金，可年轻人饭碗没了，谁管你数据漂不漂亮？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2025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跌到4%以下，岗位缺口还得再扩大200万。500多万毕业生，加上几千万待业青年，这得有多少家庭跟着遭殃？更扎心的是，这还不光是经济问题，是整个社会信心的崩塌。2024年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显示，18到35岁人群对未来的乐观度从5年前的72%跌到43%，一半人觉得自己看不到希望。这帮年轻人要是彻底绝望，消费崩了，内需没了，中国经济还能靠啥撑着？现在的问题是，这场失业潮可能只是个开始。那位财经老手警告，美国那边还在酝酿新制裁、技术封锁、贸易壁垒，一波接一波。中国靠假数据还能撑多久？